嫡姐10岁进宫赴宴，意外跟长公主撞了脸。回府后，她以绝食威胁，要侯府帮她跟长公主滴血认亲。我好心维护她的名声，劝她及笄后再找机会。没想到长公主英年早逝，疾病而亡。而嫡姐在选秀时，因为跟对方相似的容貌，被太后联系指婚给了贤王，想一世富贵。可她回门探亲的那一晚，却派人给我灌了哑药，毒穿了我的喉咙。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这贱人的阻扰，我会当不上太子妃吗？我是长公主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，本该受尽皇室宠爱，被太后捧在手心，最后嫁给太子。我痛到窒息，再一睁眼，竟发现自己重生回到了她10岁那年。这一次，当嫡姐又用上吊，闹着要跟父母断绝关系时，深夜我跪在嫡母面前，俯身长拜，不知有女儿能帮忙的吗？我愿侍奉母亲，为侯府为父亲奉献一切。正文开始，明日你和大夫人一起进宫，切记谨言慎行，勿出头惹事。耳边回荡着奶娘的叮嘱，我伸手遮住幽暗的月光。我竟重生在进宫的前一晚。这时候的谢瑶叔年仅10岁，临死前透骨的疼痛让我刻骨铭心，此生不能忘。明日进宫，我定要让谢瑶叔如他所愿，成为长公主的亲女儿。一早，我提前出府打理好一切后，迎面撞上了大夫人。她神色冷淡，语气却格外温柔。为何还不去换衣洗漱？误了时辰恐怕不好。我点头应下。母亲，我现在就去。我娘生我时难产而亡，若不是戴夫人本性善良，我过得连府上下人都不如。我和谢瑶叔被大夫人同时养在后院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是侯府嫡长女，而我只是良妾生的不起眼庶女。洗漱完后，谢瑶叔和我一起上了马车。瞧他稚嫩单纯的神色，我便知道此时只有我一个人重生了。进宫后，戴夫人让我和谢瑶叔在身后跟着去参拜长公主。这是长公主举办的盛宴，只邀请大臣女眷参加。女眷们聚集在一起，不过就是聊聊家常，炫耀下金银珠宝，绫罗绸缎。长公主悠闲自得饮茶听曲，眉眼间尽显典雅高贵。她的目光落在谢瑶叔的身上，柔声询问：“这便是谢家嫡长女吧？如今芳龄几何？”谢瑶叔笑盈盈地起身，侧身行礼：“回禀殿下，瑶叔今年10岁，正在书院念书。”闻言，长公主一阵恍惚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目光紧盯着谢瑶叔。她随即伸出手，淡淡道：“来，到本宫身边来。”谢瑶叔坐在长公主的身边，主动将奶黄糕送到她的嘴边：“殿下，您尝尝。”长公主一愣，随即温柔地笑了起来。见到长公主如此和颜悦色，周围的女眷便开起了玩笑：“谢大小姐好生疼殿下，连最爱的奶黄糕都给殿下吃。哎，你们瞧，谢大小姐的容貌和殿下竟还有几分相似呢，如此美貌，日后定是倾国倾城。”我站在角落里，静静地看着谢瑶叔。只见谢瑶叔手指一抖，糕点啪嗒落在地上。他弯腰捡起奶黄糕，眼神渐渐发生了变化，不似方才那样单纯，反而透出一股心狠毒辣。他说：“殿下，这糕点脏了。”长公主十分纵容他：“脏了便不要了。”他命令身后的奴婢，低声道：“撤下去，重新上一份。”当谢瑶叔得意偏执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熟悉的窒息感袭来。原来他也重生了。10岁的谢瑶叔还未长开，仅是侧脸与长公主相似。长公主曾孕有一女，此女在生下来后便音信全无，恰巧此女和谢瑶叔同年生辰。前世长公主早逝后，谢瑶叔出落的愈发和她相似。他刻意去模仿长公主神态动作习惯，仿佛是在说她就是长公主的女儿。他的执念越深，越恨我。他只觉得是我当年在宴会后的劝阻，才阻挠了他成为皇室子女。幸好谢瑶叔才刚刚重生，一切才刚开始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刚在长公主面前讨来的欢心，让他不敢现在就上去滴血认亲。直到宫宴结束，谢瑶叔恋恋不舍地牵住长公主的手，闪烁着泪光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还可以再见到殿下吗？舒儿喜欢殿下，不想离开您。”长公主对他心软，揉着他的脑袋，低声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本宫随时欢迎你来。”得到准许后，谢瑶叔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戴夫人回府了。马车还在公道上行驶，我刻意掀开帘子，瞧着外面，果然能听到周围马车内传出的议论声。谢瑶叔抿着唇，指尖掐得越来越紧。戴夫人伸手拉下帘子，瞥了他一眼：“进宫一趟，切勿忘了本。舒儿，你还是要多读书，明白书上的道理，才能持家有道。光是靠容貌，不能护你一世。”谢瑶叔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眼里分明带着恨意，却没说话。我知道他沉浸在重生的喜悦中，暗中谋划着找长公主认祖归宗。大夫人在侯府并不受宠，府上的2位侧室倒是深得我爹宠爱。他自从生下谢瑶叔后，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谢瑶叔身上，对他格外严厉，不仅斥巨资请女先生教他读书写字，请钟馗指导他弹琴跳舞。因此前世的谢瑶叔刚及笄便声名大噪，成为京城里出了名的才女。大夫人对我有恩，我便将这份恩情回馈给了他们。前世谢瑶叔跟着大夫人第一次进宫参加宫宴，因旁人的一句话，他就闹着要不认大夫人，非要去求父亲帮他上皇室滴血认亲。我陪在他的身边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：“大姐，如今宫宴刚过，风波未平，不如再等个1年半载，等长公主明年出宫见府，宴请宾客时，你再找机会寻求真相。”可没想到，还不等长公主出宫见府，她就如鲜花般凋零在了皇宫，因病逝世。嫡姐再也无法认亲，因此恨我入骨。在成为贤王妃后，她回门探亲，花重金寻了个死士，亲手给我灌上哑药，毒穿了我的喉咙。她恶声恶气地说：“我是长公主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，本该是受尽皇室宠爱的郡主，被外祖母太后捧在手心，更有机会嫁给太子。要不是你这个贱人阻我，我会当不上太子妃吗？”她毒哑了我，让我在房中受尽了酷刑，疼得死去活来，跪在她的面前祈求她放过。谢瑶叔却一脚将我踢开，眼神冷漠至极：“除了我娘，你才是最该死的。”随即任由我在房中祈求，他让死士放火烧了房子，我被活生生烧死，爬都爬不出来。重活一事，我定不会阻他，相反，我会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成为长公主的亲女儿。自打宫宴结束后，谢瑶叔就转了性，他沉默寡言，把自己关在房中，不吃不喝。府上的人都看出异样，连向来不过问家事的父亲都察觉到不对。嫡母曾去说劝2句，却被谢瑶叔给赶了出去。
他只说了一句话：你不是我娘，你没资格管我。谢瑶叔拿出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，直接闹到我爹的面前。这一日，他趁着众人一起用膳，将手中的诀别书放在了我爹的面前。我爹虽然不爱管谢瑶叔，但对嫡女还是相当纵容。看到他亲手递信过来，我爹眉眼温和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他拿着信件向2位侧夫人炫耀，看来是女儿长大了，脸皮薄，把想说的心里话全都写在信里给爹看。这2位妾室个个都是嘴甜心狠的主，浅浅一笑。淑儿向来懂事，侯爷当真有福气。大小号在信上写了什么体己话，侯爷不妨读出来听听。我慢吞吞地喝着粥，仔细地去观察我爹的表情。他神情舒展，颇有几分笑意地去拆开信件，可看到信上内容，他笑容僵在嘴角，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谢瑶叔。程秀月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彻底不认你这个娘。大夫人脸色一变，接过信件仔细去看。谢瑶叔眉梢一挑，神色十分张扬骄傲。不只是你，我要和你们整个侯府的人断绝关系。你根本不是我爹，我的身份地位岂是你一个小小侯爷能攀比上的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我娘乃是当朝长公主，我是她流落在外的小郡主。在我收买了她身边的丫鬟后，谢瑶叔日夜被煽风点火，更加笃定地认为自己就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。只因长公主曾未婚孕有一女，此女在生下来后便音信全无。可在旁人看来，谢瑶叔简直是疯了，才会有如此胆大的想法。我爹气得当即撕碎这封书信，将碎纸甩在他的脸上。来人，将打大小姐关进房中撕过，什么时候清醒了，什么时候让她出来。话音落下，我爹又下了一道死命令，怒声道：谁要是胆敢将今日之事吐露半分，家法处置。2位妾室吓得变了脸色，可2位身高体壮的嬷嬷还没靠近谢瑶叔，他就突然从衣袖中掏出准备已久的匕首，刺在颈处。大夫人脸色骤变，难掩失望地质问他：谢瑶叔，你当真如此决绝？你让我心寒至极。众人大惊，满脸惊慌地看向谢瑶叔，生怕他做出傻事。谢瑶叔扬起下颚，决绝的目光扫视过所有人，扬了扬唇：我没有在和你们玩闹，要是你们不放我离开，寻我生母，我便自尽死在侯府里。他下了很近，将匕首往颈处凑近，一道血痕赫然出现。我爹大失所望，指责嫡母出身寒门，就是教不出好孩子。他简直是疯了，竟然敢和皇室宗亲扯上关系。谁不知道长公主的逆鳞便是那神秘的小郡主？他要是触及到长公主逆鳞，我们整个侯府都要跟着遭殃。我爹身后的妾室纷纷附和：就是呀，戴夫人，您连个女子都教不好，这孩子都不认您这个生母，可见有多恨你。夫人，这事情要是闹出侯府，全京城不知道多少人在看侯爷笑话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大夫人闭了闭眼，将无尽的难过掩去，再睁眼，眼神一片冰冷。谢瑶叔，你可以走，但你走前要亲笔写下断绝书，以示证明，从此以后你的大富大贵和侯府再无关系。我爹气的脸都黑了，但面对谢瑶叔的以死相逼，又无言以对。谢瑶叔面上一喜，迫不及待地写下诀别书，他甚至连白纸都不用，直接割下衣袍，咬破手指写下诀别血书，又将血书扔到了大夫人的面前。从此时开始，我便是长公主膝下唯一的女儿，和你们永一侯府再无半点关系。谢瑶叔走得决绝，连头都不回。我爹试图让人阻拦，大夫人却面无表情地收好诀别血书，冷声道：让他走。尽管大夫人出身寒微，可她毕竟做了几年侯府主母，只要我爹不在，没人敢忤逆她的命令。我爹对谢瑶叔大失所望，但他更责怪大夫人这种不管不顾的行为。他走了，5年后谁来代表侯府进宫选秀？闻言，惠夫人立马来了兴致，她笑盈盈地说：侯爷，戴夫人膝下无子，又叫女无方，不如把大夫人的管家权交给我，我家林姨以后能入宫选秀，帮衬着侯府。惠夫人膝下有一女，但年纪尚小，现在年仅8岁。另一位梅夫人十分不悦，大夫人院落清静就算了，家权为何要给你？我家谢林好歹是侯爷唯一的儿子，这管家权总不能你一个人独享。戴夫人，您叫女无方，就好好在侯府颐养天年，莫言再争这口气。2位侧夫人语气十分不善，根本瞧不上大夫人。大夫人自然能听出他们的冷嘲热讽，可眼下谢瑶叔一走了之，没人替大夫人争这口气。我爹现在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其他。他甩了甩衣袖，怒声道：都出去。2位侧夫人虽有不满，但也不敢忤逆我爹的命令，不情愿地离开。我也低着头出去，但我没离开，站在了院子里。很快就听见了我爹和大夫人在屋内的争吵，一直到深夜，房间里的物品全都砸干净，这才安静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我爹冷森森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：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跪在了他们的面前，俯身长拜：爹，大夫人。大夫人一愣，目光幽深地看向我。我长跪不起，以表忠心。女儿谢福莹愿认大夫人为母，我愿侍奉母亲，为侯府为父亲奉献一切。戴夫人眼神淡漠，平静地审视着我。福莹，我已经被姚叔伤透了心，你的事情我做不了主，不如交给你爹来处理。他要是同意让你过继到我名下，我再考虑。我攥紧了手指，跪在地上，沉默地望着地面。这是意料之中的答案，可我必须在今晚争取，哪怕不成功，也要告诉他们我的意愿。只有这样，我日后做的一切才能被人看到，而不是如杂草般被一如既往的无视。我爹冷哼一声：谢福莹，小小年纪野心勃勃，你嫡姐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想继了她的地位，你不过一个良妾生的庶女，也配？野心勃勃又怎样？大夫人喜欢有野心的人，只有有野心才能在侯府活下去。这种瞧不上的语气着实伤透了人心。劝你早点死了这条心，轮也轮不到你，另一都比你的血脉高贵，更有身份地位。说罢，我爹气得甩袖离开。戴夫人被谢瑶叔伤了心，也没心情安抚我。他们走后，我在地上跪了一夜，跪到双膝无法站立，扶着墙出去。这是在大夫人的院子里，我跪得越久，越是能证明我的决心。当初我不争不抢，真以为跟在谢瑶叔身后，做个透明人就能平安无事。事实证明，并非如此。今生今世，我要争，要抢，昭告天下我的野心。我娘走得早，走前没给我留下物件，唯一一个物件还是她生我难产后，祈求奶娘将金簪交给我。
我从床下木箱子里拿出包裹好的金簪，漂亮的金簪在烛火下散发着熠熠光辉。我娘留给我的，今日变了大用处。大夫人前年特意给谢瑶叔请了女先生在府上教她温习功课、念书练字。这一日，女先生照常过来上课，却见不到谢瑶叔的身影。她刚走出院子，我便喊住了她：“先生！”坐在院内的大夫人放下了账本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她看我拿出金簪，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惊讶。我捧着金簪递到女先生的手上：“先生，您可以教我读书识字吗？”福莹曾偷学过，认得几个字，教起来大概是不费事的。不知大夫人给您多少月钱？这金簪是我娘的遗物，也是我的定金。等福莹日后积攒月俸，再给先生月钱。我弯下腰，语气诚恳地说：“请先生收留学生。”女先生看了眼大夫人，我紧张地吞咽口水，生怕戴夫人会阻止。可戴夫人不吭声，像是默许了。女先生温柔一笑，接过了金簪。好啊，教一个也是教，教两个也是教。我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跟着先生进房念书。从这天开始，我珍惜念书的机会，因此比常人更认真。除了用善就勤以外，我将时间全都放在了念书练字上，练到手软，满手墨水也不愿放下笔。奶娘看到我这样，总是心疼的直叹气：“祖宗，你这一坐就是一下午，眼睛都要看瞎喽。”春娘也不知道我这些年逢年过节的节礼够不够请一个清官人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奶娘捂住了嘴。这话可不能让侯爷听见，他不许你跟清官人来往。我眨了眨眼，笑而不语。琴棋书画，我请不起钟馗，还是请了清官人。府里除了正侧门以外，还有个柴房处锁起来的小门。这扇小门的钥匙是特制的，早在10年前就遗失了，如今阴差阳错落到了我的手里。隔三差五，趁我爹出府办事，我都会让余娘子从小门进来，再一路从我娘的破落院子穿过，无人察觉。夜里，我让她教我练五府琴。尽管我曾经跟在嫡姐身边偷偷学过，有些基础，但没日没夜的练习，我脚底总会出血，脚踝肿得像白萝卜。可白日里，我怕人起疑，只能将疼咽下，装得若无其事。直到半年后，戴夫人在我生辰那日找到了我的房间，她给我做了碗热腾腾的长寿面。每年生辰她都端碗长寿面，我以为今年她不愿意送，却没想到又吃到了长寿面。怪我吗？为何要怪夫人？我娘早逝，要不是您，我在这府上恐怕连下人都不如。福莹感激夫人的关照。戴夫人微微一笑，可你要想留在我的身边，会比你这半年还要苦得多。我再次起身，跪在她的面前。福莹不怕苦，福莹愿当您的盾，挡住侯府的刀光。看到我这样，大夫人兴许是想到谢瑶叔，她叹口气，低声道：“瑶叔要是像你这么听话就好了。你可知道，她现在已成了长公主的义女了？罢了，你既叫我一声母亲，那从今往后，侯府的嫡长女便是你。”她一锤定音。而从这一刻起，我终于有了跟命运博弈的资格。当夜，我所有的东西就被人搬到了大夫人的流光院。我知道她现在还没真的接纳我。这10年以来，戴夫人自从生下谢瑶叔后，就再也没怀过孕，而惠夫人和梅夫人却陆续诞下子嗣，导致大夫人正妻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当。现在因为谢瑶叔的一走了之，她又被侯爷分走了管家权。但没关系，大夫人待我不薄，她想要的东西有我在，迟早都会是她的。我的一切待遇都和以前的谢瑶叔一样。大夫人请了钟馗来教我舞蹈，每日抚琴，女工刺绣都要温习。接连1年的教导，让我的变化十分明显。我爹本就不在意我这个不起眼的女儿，3、5个月不见一次。可我11岁这年，我爹终于注意到了我。他忽然在用膳时仔细地打量我，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。自从福莹被留在夫人院里，被教养得极好，这谁能看得出她曾是个没娘的孩子？惠夫人剜了我一眼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再漂亮也不过是个替身。”她笑容满面地说：“戴夫人是思女心切，才会把她留在身边。你瞧，福莹这穿着打扮和曾经的阿叔多像。好歹大夫人是正妻，我在她院里就是她的孩子。”她这样说我，不仅让我难堪，更让戴夫人脸上没光。戴夫人当即落下筷子，冷着脸说：“谢瑶叔现在是长公主义女，在皇宫深受长公主和太后喜爱，岂是福莹能攀比？福莹能有今日，全靠她自己。惠夫人与其有心思在乎她，还不如江灵依教得更好。”惠贵人气地咬住了下唇，反驳道：“我家灵依也不差劲。”为了阻止他们争吵，我爹便说了：“好了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令仪和福莹只有一个能入宫选秀，我们侯府出来的女儿必须抢占先机，入住东宫。”梅夫人坐在一旁直发笑，她以为自己拥有了侯爷唯一的宝贝儿子，就可以坐山观虎斗。可她不明白一个道理：宫斗宅斗，先笑的人绝不可能笑到最后。这些年，惠夫人看我格外不顺眼，每次见我就像是看到毒瘤，恨不得将我活剥。她一直蠢蠢欲动，直到这天，我坐马车去寺庙替大夫人祈福。这匹马像是受了惊斑，到处逃窜，赶车的马夫根本拽不住缰绳，窜进树林里，连带着车身都被撞在树上。我在马车里根本坐不住，摇晃得头昏眼花，眼瞧着马车要撞在树上4分5裂，我心口一滞，一股紧张感袭来。跳车，快跳车！脑子灵光一现，立即想到跳车。现在跳下去可能是轻伤，但要是不跳，非摔断腿不可。身体比大脑行动更快一步，我纵身一跃，从马车上跳下去。由于马车已经偏离官道，冲进树林里，导致我浑身多处擦伤，好在人没事，脸也没事。车夫听了我的话，和我一起跳车，而这匹马彻底撞树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生机。小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马突然就失控了，您没事吧？我起身上前查看，发现马匹口吐白沫，明显是被人喂了药，这是想要以疯马为由害死我。留下此马，我们再租一辆马车先回去。等我重新上车的时候，我将一块尖锐的石头也一同带上了车。等我在下车的时候，便是浑身多处擦伤，渗着鲜血，脸上满是泥点灰尘。见到戴夫人和我爹的那一刻，我眼眶一红，泪珠簌簌落下。爹娘，有人要杀我！我哭诉着把事情来龙去脉全都说了一遍。女儿识文断字，一眼便晓得这马不是疯了，而是被人下了药。要不是我被摔下了马车，恐怕女儿这辈子都不能再见到爹娘了。我爹脸色一沉，阴沉的眼神环顾一圈。大夫人更是下了命令：管家，速速给我严查。查了整整1天。
傍晚，管家带出了一个小丫鬟，丫鬟跪在地上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昨晚奴婢出来如厕，见到惠夫人身边的丫鬟小桃红在马料里撒了粉，奴婢当时害怕不敢声张，没想到大小姐今天会出事。”惠夫人气急败坏，一巴掌扇在丫鬟的脸上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还不快来人，把这贱婢拉下去！”戴夫人拦住后，命令管家去马槽里检查，又让大夫去看马槽里的饲料。经过详细周密的检查，终于大夫在地面上遗漏的马料里发现了毒药，这药发作时间慢，能逐渐使马匹失控致死。如今人证物证都在，惠夫人也不能不认。我爹气得当场发飙，以前觉得你温柔贤惠，可你好歹毒的心肠，竟然敢对府上的孩子下手。福莹虽是庶女出身，但早已记在夫人名下，是我侯府正经的嫡女。我看你这些年来早已忘记了一个侧室的身份。惠夫人吓得当场跪在地上，她苦苦祈求我爹的原谅。我爹虽然瞧不上我，但也不喜惠夫人这种行为，立即把你手中的管家权还给夫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侯府的侧夫人，你这样善妒，也只配当个妾。惠姨娘回去闭门思过后，我也跟着戴夫人回到了流光院。她沉默着不说话，一回到院子里，看着我的满身伤痕，蓦然红了眼。你爹看不出来，可我却明白，你身上本不该有这么多的伤口。我沉默片刻后回道：母亲，属于你的东西，女儿容不得见他人分享。戴夫人心疼地抱住了我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以后私下里你直接喊我娘。这件事过去后，被贬为姨娘的惠夫人倒是消停了不少，管理侯府的权力只在大夫人和梅夫人的手上。前世戴夫人一直没有在孕，她也找过方法调理，却始终没有成效，最后只能当是命运如此。可我去年曾翻阅过医书，女子不孕分多种。戴夫人生下谢瑶书后，并未伤到身体，不可能会有不孕之症。直到我即将及笄的这年，戴夫人重病了一场，她不愿请大夫医治，一直在佛堂上香念经。戴夫人每日都会去佛堂上香，里面的香炉已经用了10多年。这一日，我直接将大夫请了过来。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神色变了变，不禁询问起了大夫人，不知夫人身上用的哪种香料，竟如此不同。大夫人皱眉，我身上从未用过香料，兴许是在佛堂待久了，染上了香炉里的香味。大夫仔细闻着佛堂里的味道，略微皱眉，可否让老夫进内室查看一番？大夫人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，这里是佛堂，岂是外人能随便进的？可来不及拒绝，就听见大夫说，戴夫人是不是常年不孕，整日在佛堂里上香？这佛堂里的香恐怕有问题，含有大量的麝香，能使女子不孕。此话一出，戴夫人骤然变了脸色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佛堂的香是我娘家的铺子专门送来的。话虽如此，她再也没阻止大夫上前查看。可奇怪的是，她发现香并没有问题，燃烧后的香灰也没问题。我思考了一番，出声提示道：难道是香炉有问题？大夫眼神一动，立即再看，很快就坚定道：这香炉有很大的问题，烧了10年内壁已经被烧毁，可内里有一层麝香包裹，只要一点火，烧出来的香就会有问题。戴夫人常年不孕，问题就出在这。戴夫人浑身一震，眼神中难掩惊愕和怒意。她深吸口气，强忍着怒意，低声嘱咐：去把侯爷和梅夫人喊来。我爹和梅夫人到了后，大夫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戴夫人转头看向梅夫人，二话不说，挥手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香炉是你送给我的，那是你入府的第1年。那年我看你乖巧懂事，便同意了侯爷立你为侧室。万万没想到，第1年你就送给我这么一份大礼。我爹更是十分愤怒，难怪府上连个嫡长子都没有，原来一直都是梅夫人作孽。梅夫人死活不肯承认。戴夫人，您这是冤枉我，我怎会有这么歹毒的心肠？如今证据确凿，她却还在狡辩。姗姗来迟的惠姨娘立即跟着踩她，眼泪一落。梅姐姐，难怪妾身前些年总是小产的不明不白，你送我的香炉里是否也有问题？我爹果然更是生气，直接命人将她送去寺庙清修，只有每年过节才准见谢灵一面，念在她为侯府生下一子的份上，才没有将她贬为姨娘或者赐死。大夫给大夫人调理身体的药方，让她按时喝药，兴许能要上孩子。我亲手去给戴夫人熬药，端到她的面前。银儿，是你找的大夫去了佛堂，你早知道佛堂有问题。听见戴夫人的问话，我心头一紧，我确实去年就猜到了佛堂有问题。戴夫人每日都会上香，她的院子里找不到害人的药物，但只有佛堂从未有人踏足检查。见我不说话，戴夫人突然拉住我的手，母亲不是在怪你，福莹，因为有你，娘才能将2位侧夫人手中的管家权重新收回，还给了我重新有孕的机会。年后太子选妃就要开始了，你作为我永义侯府的嫡长女，母亲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下个月便是长公主的生辰宴，你随我一同入宫吧。我顿时明白，直到如今，大夫人才真正接纳了我，将我看作了她的亲生女儿。这个名正言顺的侯府嫡长女身份，既然谢瑶书看不上，那我一定会替她做好。过阵子便是长公主的生辰宴，前世谢瑶书还未及笄去找她认亲，她就已经凋零在了这个冬日。这几年来，听说谢瑶书在宫里备受宠爱，有长公主和太后护着。可尽管如此，他们却没有滴血认亲，她也只是长公主的义女。皇宫里的人惯会捧高踩低，内心深处还是瞧不起谢瑶书，就连皇帝都没有给她郡主的封号。听大夫人说，就连这一次的太子选秀，长公主都不想让她参加。可谢瑶书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嫁给太子，母仪天下，恐怕到头来又是一场空。进宫后，谢瑶书第一眼就见到了我和大夫人，她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中闪烁着记恨鄙夷的情绪。而后，谢瑶书带人走到我的面前，讥讽一笑：大夫人真是被沙尘蒙住了眼，就连你这没娘养的小庶女都能进宫，要不是我和侯府断绝了关系，哪有你今日的风光？你不该先给我磕个头，感谢我一番吗？我微微一笑，冷静应对：福英自知身份低微，比不上您，可您在皇宫里连个封号都没有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若是直接喊您郡主，恐怕不合规矩。这下狠狠踩在谢瑶书的痛点上，她最恨有人拿她的封号说事。名义上是义女，可终究是没个名分，也没上皇室御蝶。戴夫人见我被谢瑶书拦住，主动走上前牵住了我的手：有娘在你身边怕什么？闻言，谢瑶书瞬间黑了脸，
她嘴角狠狠一抽，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大夫人毕竟是谢瑶叔的生母，她早已对谢瑶叔彻底寒心，对她说话相当不客气。明面上是在和我说话，实际是在说给她听。莹儿，是母亲不好，进宫前忘记提点你了。瑶叔小姐如今是长公主的义女，但宫规森严，公主不愿意跟她滴血认亲，你也不可以乱喊郡主。说完后，她又看向谢瑶叔，我真不知道你这样不明不白的待在长公主身边，究竟是她的义女还是丫鬟？我压住嘴角的笑意，跟着戴夫人坐下。谢瑶叔被气疯了，她在宫里这些年，仗着长公主和太后的宠爱，也算是如鱼得水。太后虽不是皇帝的生母，但将她从小记在名下养到大。如果她不是嫡子，太后的母族又是大，否则绝不可能坐上皇位。皇帝登基后也十分敬重太后，有她的宠爱，谁敢跟谢瑶叔说这种话？眼下正式宫宴开始，谢瑶叔为了维持人设，只能忍着不发火，面带微笑地走到殿前。此时便有人出口夸赞谢瑶叔，舒小姐和长公主果然长得好生相像，她长开后这眉眼的神韵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听闻长公主身体不好，全靠这女儿的贴身照顾，就连太后都对她甚是喜爱。听见这些夸赞，谢瑶叔长吁了口气，嘴角重新浮现出满意的笑容。等长公主到了后，众人立即行礼。我抬眼看了眼长公主，她眉眼间透出病气，眼神十分无力，走路时都忍不住咳嗽。谢瑶叔立即上前将她搀扶着落座，随后又坐在长公主的身边，替她斟茶倒水。而大夫人的神色十分平静，像是早已不再把她放在心上。紧接着，皇帝和太后全都来了，这毕竟是长公主的生辰宴，更何况她身体不好，兴许是最后一个生辰，皇帝和太后理应在场。整个宴会上，放眼望去，全是名门贵族、皇室宗亲，恐怕只有长公主才会有这么大的面子。这些年，长公主收谢瑶叔为义女，可不知为何，从未跟她滴血验亲，皇室的人也不认她。现如今，长公主病重，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。要是长公主一死，谢瑶叔无人相护，到时别说是义女，在太后身边为奴为婢都有可能。毕竟她现在跟前世不一样了，前世她还有侯府嫡长女的身份，足以嫁给贤王当亲王妃。因此，在我前面的故意一击后，谢瑶叔更会迫切地想要证实自己的身份。她忍辱负重了几年，一定会借着最后一个机会，光明正大的让所有人知道，她就是长公主流落在外的亲闺女。于是，轮到谢瑶叔上前送礼时，她忽然跪在了长公主面前，朝她行了个大礼。瑶叔在殿下身边伺候多年，殿下对瑶叔极好，他的目光殷切地望着长公主，他语气愈发激动。瑶叔曾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有人一直唤着瑶叔，梦境散去，我才看清，那人便是殿下。谢瑶叔眼神闪烁着光芒，带着无尽期待，颤声道：那人和我说，殿下便是瑶叔的生母。正因如此，瑶叔才会在10岁那年弃侯府，义无反顾地守在殿下身边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露出匪夷所思的神色。唯有长公主疲倦混沌的眼神渐渐清明，望着谢瑶叔时透出无尽的激动和宠爱，这双眼像是透过她在看另外一个人。长公主掩面咳嗽一声，此梦当真如此。见到长公主如此激动，谢瑶叔更加坚定长公主就是她的生母。她闪烁着泪光，哽咽道：瑶叔要是说了假话，不得好死。谢瑶叔重重地磕了个头，颤声道：恳请殿下与瑶叔滴血认亲，以证瑶叔身份。此话一出，全场一阵哗然。难道她真的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？可为何会流落在外？谢瑶叔胆子这么大，竟敢说出这么狂妄的话，难道她不知道那孩子是长公主的逆鳞吗？要是她真的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，那侯府肯定是要担责任，你们难道忘了吗？谢瑶叔曾经是侯府的嫡长女，这根本不可能，长公主的孩子。话音落下，有个老王妃便止住了声音，仿佛长公主的孩子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目光望向今晚太医院派来值守的顾太医，没人知道顾太医是我娘青梅竹马的邻居哥哥。他乡试落榜后，知道自己不适合科考这条路，于是走上了学医的道路，想要衣锦还乡，让我娘过上好日子。可等他一路考上去，终于进入太医院的时候，我娘已经被父母送入了侯府为妾，与他再无可能。几年前，顾太医曾经让人找到过我，他想将我收养为女，让我离开侯府，重新给我找个宅院，让我远离侯府的刁难。可我不愿远离，我更愿意看到谢瑶叔引以为傲的心念崩塌的那瞬间该有多狼狈。谢瑶叔一直跪在地上，大殿安静的掉一根针都能听见。半晌后，长公主挥了挥手，让顾太医过来，本宫要亲自滴血认亲。顾太医见我不愿离开侯府，于是让我认他为舅。他小时候受了我娘一家诸多恩惠，他想报恩，所以我让他在这几年里努力调去长公主府。好在老天不负我的筹谋，顾舅舅不仅成了长公主的御医，还对他十分信任。而谢瑶叔想方设法的跟长公主身边人亲近，我也特意留了一手，让顾舅舅偶尔接受他送的东西，这样在关键时刻他还能反将一军。当顾太医端着一碗水和干净银针过来时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了这碗水上，水里清澈见底，落入长公主的指尖血，十分的明显瞩目。谢瑶叔早就迫不及待，他咽了咽口水，主动上前刺破手指，将鲜血滴进碗中。众人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，生怕错过这天大的秘密。连太后的情绪都被调动，目光落在碗里，久久不能移开。直到片刻后，2滴血渐渐相融。这一刻，谢瑶叔瞪大了眼，悬着的心彻底落下。他不管不顾地扑到长公主的身边，眼泪落下，十分可怜地说：您这次肯认我了吗？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娘。长公主震惊地落下泪，颤抖着手抱住了谢瑶叔。舅舅目光瞥了我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将这碗水收走。我就是要让谢瑶叔成为长公主的女儿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彻底和入宫选秀错过，而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长公主紧抱住她，一遍遍地说：本宫知道，本宫就知道不会失去你，我的乖女儿。这一幕感人场面让不少人都露出疑惑震惊的神色。没想到瑶叔竟然真的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这不可能，难道宫里传言有假？她怎么可能会是长公主的女儿？明明！众人的议论覆盖整个宴会。皇帝不悦地咳嗽一声，顿时所有的议论声戛然而止，大家纷纷止住声音。太后站起身，当场宣布：
姚叔在公主身边也侍奉了多年，既然她是亲生女儿，皇帝你就做主，封姚叔为郡主吧。谢姚叔嘴角一扬，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他迫不及待地起身谢礼。可话还没说出口，殿外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：“慢着！”我皱了下眉，顺着声音来源看过去，只见贤王大步而来，腰间佩戴利剑，眼神十分犀利冷漠。他目光扫视过谢瑶叔，转眸，柔和的视线落到长公主的身上。贤王远在边关帮陛下巡视，他是长公主的亲弟弟，也是太后最小的儿子，分别数年，从未相见。再次见到贤王，太后不禁红了眼眶。众所周知，当今皇帝不是太后亲儿子。当年皇帝身为三皇子，生母难产被害后，太后便将他过继到身边照顾，而长公主和贤王则是在皇帝坐稳太子之位后才相继出生。当时先皇病逝时，贤王年纪尚小，太后最终还是决定力挺太子登基，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王爷。三皇子登基后，感念嫡母的养育之恩，一直将他当生母一样对待并尊敬。可他骨子里还是会忌惮贤王，所以总是安排他去边关巡视，常年不得入京。这次可真是撞上了。2月前，贤王听闻亲姐已病入膏肓，想着给他一个生辰宴的惊喜，于是知飞鸽传书询问了皇帝，并未通知他和太后。所以他此时的突然出现，才让大家万分惊讶。贤王单膝下跪，垂眸道：“儿臣拜见母后、皇兄。”太后眼住激动的神色，故作镇静地让他平身。儿臣知道皇姐病重，今日是她生辰，特意快马加鞭地赶回京为皇姐庆生。闻言，长公主眼神一柔，轻声道：“从边关入京，少说也要几日路程，皇帝当真是有心了。”贤王一笑，只要能见到皇兄和皇姐，这些日子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随即他眉梢一挑，幽深凌厉的眼神落在谢瑶叔的身上，轻皱了下眉。本王来的倒是不巧了，没看到认亲这场大戏。他抽出腰间的水囊，随手倒在碗里。贤王皱了下眉，拿出匕首，边割手指边解释：“本王和皇姐是同胞姐弟，你既然能和皇姐认亲成功，和本王自然也行。”说罢，一滴血啪嗒落在水中。他抬眼看向谢瑶叔，示意让他过来。谢瑶叔真以为自己是长公主的亲闺女，根本没想到竟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就连我千算万算也没算到2年不在京城的贤王会突然回京。谢瑶叔自以为已经高枕无忧，他激动地走上前，伸手让贤王在手指上划了一下。我在心中叹了口气，2滴血在水中慢慢散开，一直没有相容的迹象。贤王眉头紧皱，眼神瞬间变得十分犀利，连长公主都按捺不住，不解的眼神落在谢瑶叔身上。贤王语气一沉，冷冰冰质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谢瑶叔脸色一白，神色慌乱地看向长公主，她颤抖着声音不解地低喃：“为何不相容啊？刚刚分明已经相容，我就是长公主的亲女儿，为何会不相容？这不可能！”谢瑶叔身体一晃，险些倒在地上，仿佛是坚持多年的信念崩塌了般。贤王反手拔起腰间佩剑，剑尖落在他的颈处：“你是哪来的骗子？根本不是皇姐的孩子！”贤王的语气十分笃定，仿佛早就料到了般。谢瑶叔吓得双腿一软，险些跪在地上。他说：“皇姐是病糊涂了，可本王十分清醒，皇姐的孩子分明。当年我是眼睁睁看着她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打断了他。长公主连连咳嗽，被贴身丫鬟搀扶着起身，伸手护住了谢瑶叔：“你不得伤害她。”贤王眉头紧皱，眼神变了变，他万般无奈地放下佩剑：“皇姐，你要糊涂到何时？”这时，太后沉稳有力的声音响起：“贤王，糊涂的人是你。舅舅怎么会跟侄女滴血认亲成功呢？他已经跟长公主认亲成功，便是长公主的亲女儿，是哀家亲封的郡主。”有了长公主和太后撑腰，谢瑶叔慌乱的心彻底镇定下来。见贤王不再说话，他嘴角一扬，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谢瑶叔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眼神中多了些许的挑衅。他现在成了郡主，在宫中十分有底气，何况谢瑶叔背后有太后和长公主撑腰，这下他自以为能拥有他们母族的势力，有十足的把握能当上太子妃。宴会还没结束，长公主身体便撑不住昏厥过去，顾太医立即把她送回寝宫诊治。我和大夫人离宫前，便见到谢瑶叔得意地看着我们：“就算你成了侯府嫡长女又能怎样？也不看配不配？我可是太后亲封的郡主，背靠国公府，只有我才能成为太子妃。”他这么得意，肯定猜不到皇室里的人都是利益为先，江山社稷为重。1年前，顾太医去帮长公主诊脉时，恰好在太后宫中。诊脉完后，他还没走远，就听到了太后在跟身边的人忧愁，江国十分想跟他的公主和亲，他怕长公主知道后担心，所以跟皇帝联手将此事瞒了下来。这个消息被封得十分严密。顾太医让人通知我的时候，我才隐约跟前世发生过的事情串联起来。是了，姜朝皇帝的皇后去年年初逝世了，她是先皇时期被嫁过去和亲的庶出公主，而她逝世后，姜朝又在边关蠢蠢欲动，抢夺了不少村庄。姜元两朝的联姻从100年前就开始了。如今的皇帝就算没有适龄的公主，他也不可能违背祖制拒绝和亲。而整个皇室只有先皇的嫡出公主长公主还余音未嫁，她的女儿是他当年跟心爱小将军的私生女，2人在江南相识。他说好了，打完那场仗后一定用军功回来娶她，可最终满门战死，只留下了长公主腹中的血脉。皇帝不眠了一夜，最终还是同意了长公主未婚生女，此生不找驸马的请求。可姜朝年后就会正式派使者过来求娶元朝的皇室公主。他跟太后烦恼了整整1年，都没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法。直到今日，太后灵光一闪，阻止了贤王非要说出口的真相。而谢瑶叔万万想不到，太后大张旗鼓地封她为郡主，是为了让她去姜朝和亲。姜朝的皇后去世了，可皇帝才刚过60，还健在位上，名义上是和亲，实际是冲喜。当半个月后，和亲圣旨落在谢瑶叔的头上时，他彻底崩溃了，和太子妃之位此生无缘。谢瑶叔不敢无法抗旨，只能暂时接下。可在去和亲的前2天，谢瑶叔总算是找机会逃出宫，回到了侯府。他行色匆匆地回来，脚步十分慌乱，根本没发现我躲在暗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谢瑶叔直接去了大夫人的房间，他推门进去，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。娘！他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声，眼泪哗哗落下，眼神里满是悲伤。
我站在门口，静静地听着他和大夫人的谈话。娘，现在能救我的人只有你了。皇上非要我去姜朝和亲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其实我根本不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，他一直把我当成替身。他哭得十分可怜，仿佛是要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说出来。难怪长公主一开始不愿意滴血认亲，她明知道我不是郡主，真正的小郡主早就死了，那年心急发作，死在了他的怀中。而他这些年来，竟然一直让我在当一个死人的替身。还有太医顾威，那天晚上是他在水里下了药，长公主昏厥后，他便主动跟太后承认了罪责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卸到我的身上。他说是我安排的，娘，求求你救救女儿。顾舅舅拿出了谢瑶叔去年送给他夫人的金簪，证明了那晚被他收买，因此受了连累，官职连降2级。好在他医术高超，要了长公主的性命，才免去性命之忧，保住官职。我紧张地紧了手，生怕戴夫人答应谢瑶叔。大夫人温柔一笑，轻声道：“你要我如何救您？”我心下一沉，一股寒意袭来。难道大夫人还要相信谢瑶叔，弃我于不顾吗？见到戴夫人答应，谢瑶叔露出激动的神色，他扬起嘴角，冷冷地说：“我才不会嫁给姜朝那个老皇帝，听说他已经病重，按照他们的制度，皇帝一死，除了下一任皇帝的亲生母亲，其他的嫔妃都会被下一任皇帝继承。娘，我有一计，让谢夫营替我嫁过去。反正我也曾是侯府的嫡长女，现在我们只是把身份换回来了而已。”我眸光一闪，身体贴在墙边，险些失控冲进去。谢瑶叔平静地说：“我可以退而求其次，回来接着当嫡长女。没关系，就算我做不成太子妃又怎样？起码我的性命保住了，到时还能嫁给贤王当王妃。更何况少了谢福营，我们后府里还有一位小姐可以进宫选秀，谢令仪。娘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谢福营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屋内一片寂静。半晌，屋内传来温柔平和的笑声，笑得云淡风轻。戴夫人止住了笑意，低声催促道：“还不快进来！”闻言，我嘴角一扬，紧张悬空的心脏重新归位。我缓慢地推开门，目光落在谢瑶叔的身上，看着他无意识地放大瞳孔，震惊的神色落在我身上。我垂下眼眸，乖巧喊道：“母亲！”戴夫人拉住了我的手，劝说谢瑶叔：“郡主请回吧，我的女儿一直都是福营，可不是高高在上的瑶叔郡主。管家已备好马车，会亲自将您平安送回皇宫。”从谢瑶叔进府的那刻，管家已经通知了戴夫人。谢瑶叔豆大的泪珠落下，他抱住大夫人的腿，哭得十分可怜。“娘，我是瑶叔啊，您怎能不认我？”戴夫人冷冷一笑，扬声道：“送客。”谢瑶叔死活不愿意，跪下来祈求大夫人的原谅：“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戴夫人是铁了心把谢瑶叔送走，她发现祈求无果后，立即变了脸色，大吼：“谢福营，你以为就算我走了，你就能坐上太子妃的位置吗？你简直是在做梦！你区区一个庶女也配成为太子妃？”最终，谢瑶叔被强行送上了马车，重新送回了皇宫。皇宫里的人知道他逃跑后，便加派了人手去看管他。谢瑶叔被送去和亲的那天，我和大夫人特意去城楼处观看，看他生无可恋地走上马车，眼泪止不住落下。我跟谢瑶叔都有前世的记忆，我们都知道，此番元朝派去和亲的郡主几乎绝无生还的可能，他活该如此。看到他跌落神坛，我比谁都更加快意。迎接他的不是天堂，是无尽的深渊。谢瑶叔送走后，侯府帮着准备入宫选秀的事宜。这天，大夫人趁我爹生辰宴，请来了族中宗亲的那一日，他把我拉到身边，当着众人的面说道：“我想请族老开宗祠，将谢福营的名字填在我的下面。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唯一的女儿。另外，我已有身孕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谢福营都是侯府的嫡长女。”听到戴夫人再次怀孕，我爹顿时大喜。我跪在我爹、大夫人的面前：“母亲、爹，福营愿意入宫选秀，无论是妃是妾，福营都心甘情愿。待我入宫后，一定照服侯府，一辈子为侯府奉献。求爹和母亲同意，让福营进宫。”我为了这天已经做了10足的准备。大夫人的教导，我娘的金簪，惠夫人的祖旨，都在为了我这一天而准备。无论我会不会成为太子妃，我不能失去机会。经过我爹的再三考虑下，他最终同意让我以侯府嫡长女的身份进宫选参。此后，侯府就是我的后盾。选秀当天，我再次见到太子。长宫宴会上，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。我故意在他的面前落下帕子，和他一同捡起。太子见到我后，从我的身边经过，我心下一沉，黯然地垂下头。这玉如意终究没落在我的手上，太子妃的位置也和我无缘。就在我懊恼时，太子又重新折返回来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侧身行礼：“臣女名为谢福营，参见殿下。”他嘴角一扬，眉宇间透出一抹戏谑：“谢家的事情倒是听说不少，你倒是个安分的主，没闹出笑话。跟前世一样，太子看中了我的安分守己和家世地位，我不会干涉他的事情，才会将玉如意交到我手上。成为太子妃后，我和太子一直琴瑟和鸣，从未同房，直到被太后催促让我和太子赶紧生下孩子，太子才愿意碰我。那日他喝了酒，主动在我的房中过夜，可他不知道我曾经受过一段时间于娘子的教导，或多或少，我当初也问了他一些东西。从那以后，太子喜欢留在我房中，整日和我缠绵。他说：“谢福营，才发现你只是表面乖，你的心眼比谁都多。”我温柔一笑，主动搂住他的腰身：“殿下放心，臣妾的心眼从不用在自己人的身上，我喜欢。”而此刻，我的青云路才刚刚开始。全文完。